这个小男孩在超市偷吃了薯片，还想再抓一把，结果被超市的推销阿姨抓个正着。阿姨对他说想吃更多就叫妈妈来。妈妈过来后，没有弄清楚情况就大骂促销员，还质问促销员是不是疯了，竟然让自己的孩子吃鱿鱼味薯片。同时，男孩脸上突然起了红疹，还呼吸困难，原来小男孩对此过敏。家长在超市大闹，超市经理把责任全推到了促销员身上，让促销员去医院道歉。但促销员刚走出门就被警察带走了，真是祸不单行啊！这位女士名叫大潘。与此同时，隔壁也有个男人被抓，他是个暴露狂，只穿了一件大衣。大潘被吓了一跳，但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其实是个富二代，整天无所事事只玩乐。他的父亲经常教训他，他却觉得赚钱很简单。父亲不相信他的话，他就和父亲打赌，如果1周内赚不到100万，就1分钱不要自己离开。他通过中介找工作，要求只做1周的高薪工作，最后在桑拿店帮人搓背，1周只赚了几万块，还把胳膊搓脱臼了。看到他这副傻样，父亲气得真把他赶出家门，但他在街上还得意地跟父亲炫耀。正巧被巡逻的张基龙看到了，他误以为是个暴露狂，二话不说把他抓了回去。这时警局来了个明星安索尼，是他控告大潘诽谤了他的名誉。原来大潘当时在外拍照，恰好遇到安索尼在野外方便，听到快门声的安索尼误认为大潘是偷拍自己的狗仔，气愤地摔了他的相机。而这相机是大潘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还真是火大了3分。普通人报复明星的方式大概就是上网骂骂咧咧，大潘就在论坛里给安索尼取外号骂他，敌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当大潘提出要把安索尼野外方便的事曝光，安索尼立刻怂了，为了面子赶紧同意和解。大潘走时被右贤叫住，叫他把鱿鱼头带回去。大潘还不明白吗？等嫂子来接右贤时，问他为什么要这东西，他说如果澡堂失火只能遮一个部位的话，你会挡哪儿？嫂子一下就明白了，随后给了他一张信用卡，让他先用着。刚从警局出来的大潘接到了姐姐的电话，37岁的他已是到了非相亲不可的地步。赶到商场挑了件新衣服，听着服务员报价，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犹豫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退货吗？他在餐厅里偷偷藏好了吊牌，因为打算把衣服退回去。虽然相亲对象长得不怎么样，年纪也大，但大潘还是挺开心的。对方说话真的很有修养。可是当他听说自己是超市促销员时，对方竟然找借口溜了，气得大潘手都抖了，红酒不小心洒在了新衣服上。看着那洗不掉的红酒印记，他哭了，感觉生活太苦了，觉得37岁真的好难。同样在这家餐厅的悠闲被告知信用卡被停用了，于是他给哥哥嫂子打电话，但是没人接。原来他父亲已经预料到这一切，警告他们不要帮这个不孝子。正当悠闲不知所措时，偶遇大潘，以前的狱友身份请求他的帮助，并承诺给他10倍的回报。但大潘当前的心情实在没心情理会这位怪人，正要转身离开，却听到对方说今天真是倒霉透顶。这话不知怎地触动了他，转头一看，对方竟把鞋子抵押给了餐厅。光着脚的右贤同病相怜，他索取了右贤的手机号，帮他结了账。他还不知道他们的缘分才刚开始。女士的手机掉到地上，他弯腰去捡，耳边突然响起汽车喇叭声，只见一辆大卡车呼啸而来。他本可以躲开，但被刺眼的灯光惊呆了。他突然感觉到一种解脱的感觉。他曾是个万人迷，现在却成了笑话。有个非常爱他的爸爸，但他因热爱表演逃课去参加选秀，最后被父母带回家。叛逆的他趁红灯时打开车门逃了出去。正当他过马路时，一辆大卡车驶向他，眼看就要被撞上。关键时刻是父亲救了他，但父亲因此丧命。20年后，那个满脸笑容的校花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颓废阿姨。当大潘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在医院了。护士在询问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没想到旁边的女孩也和自己同名。但当护士问起女孩父亲的名字时，他惊讶地坐起来，拉开帘子，眼前不就是年轻时的自己吗？他忍不住上前摸了摸，结果吓得连连后退，然后猛拍自己的脸，直到感到疼痛才确信不是在做梦。他拿起女孩的脚，发现对方脚底也有一颗和自己一样的痣，但很快大潘就被当成神经病带走了。小潘还没意识到自己穿越了，他拿着古董手机却发现没信号，于是在大厅里寻找信号，意外地遇到了受伤的右贤。他问右贤哪里有公共电话，右贤愣住了，竟有人在找传说中的东西。还没等他回答，小潘就叫了起来，因为他看到偶像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当小潘回头看到2020年的横幅，再想起大潘说过的话，他终于明白自己穿越了。当大潘醒来时，小潘正坐在旁边检查了大潘的身份证，再看看对方满脸的雀斑，
小潘有些难以置信，这就是20年后的自己。在聊天中，大潘得知，小潘还不知道，父亲已在20年前的车祸中去世。这时护士来查房，吓得小潘赶紧藏到床下，因为他们不想被人发现，要是被拉去做实验就惨了。所以两人偷偷逃跑，却遇到了右贤。没想到右贤又缠上了他们。大潘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要跟着自己，这么偷偷摸摸的，一点都不让我舒服。这人真是太让人受不了了。原来是右贤在车祸时救了他，身无分文的右贤希望大潘帮他支付医药费，他向右贤表示感谢，然后帮他支付了医药费。随后大潘带着小潘到了一座豪宅，这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小潘对指纹解锁感到震惊，非要自己试试看，没想到门竟然打开了。大潘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小潘也是自己人，自然也能打开门。对于这样的豪宅，小潘非常满意。突然门铃响了，有2个人正往这边走来。大潘紧张地把他藏在小屋，并说这是表姐的家，自己只是暂时住这里。小潘愣住了，想到那个曾经住在自己家的，什么都不如自己的表姐，现在情况完全反了过来。长大后的自己变成了表姐的保姆。当大潘为姐姐一家做饭时，小潘突然尿急，偷偷跑去厕所，但他没用过智能马桶，一按就发出了怪声。姐姐听到声音就起身要去看。关键时刻，大潘看到烤肉锅里的油，一盆水泼了出去，瞬间火光冲天。姐姐被火光吸引回来，虽然用灭火器及时扑灭了火，但大潘还是被姐姐赶出了家门。她曾是学校最美的校花，却在一场车祸中穿越到20年后，那时她见到了未来的自己。没想到自己变成了这样，不仅单身还没人要，而且穷到在表姐家做保姆，最终还是被赶了出去，无家可归。他们来到了澡堂子打地铺，他看着别人手中的鸡腿，再看大潘递给他的鸡蛋，他决定吃鸡蛋。他有些生气，质问对方自己37岁了，难道连个鸡腿都买不起吗？一提到钱，大潘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欠自己钱的右贤。当初他答应会还我10倍，不久右贤就找到了这里。身无分文的右贤还让我为他买了洗澡门票。第2天早上，大潘带着小潘准备离开，看到蜷缩在角落的右贤，觉得他也挺可怜的，于是给他盖上了毯子。但大潘不知道，右贤其实是个富二代，只是因为和家里人闹矛盾，被暂时赶出了家。大潘找到超市经理，希望能复职，但经理要他先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于是他来到了医院，不想让小潘看到自己卑微的样子，只好让小潘去买点零食吃。小潘高兴地跑去了，大潘又被男孩的妈妈赶出来，明明不是他的错，却还要低声下气地求原谅。但男孩的妈妈想要的更多，他向公司索赔一大笔钱。大潘不想就此放弃，但对方却把他推开，水果也散落一地。大潘无奈地跪了下来，不停地求他。生活真是沉重，重到让人跪下。远处看着大潘跪求的小潘，无法想象这就是未来的自己。未得到原谅的大潘一个个捡起地上的水果，叹了一口气，觉得生活真是绝望。他没注意到小潘已经离开。小潘跑向大厅，这时那个男孩走到他身边，盯着他的零食猛地咽下口水。小潘注意到后，好心的给他零食吃，但下一刻男孩脸上出现了红洞，开始难受的咳嗽。这时男孩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到手里的零食，立刻不问青红皂白的责问小潘为什么要给他儿子吃零食。小潘还是个孩子，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连忙叫医生来。大潘急忙带着小潘逃开，还埋怨小潘让生活更糟。小潘则表示自己已经卑躬屈膝地跪在地上，求别人原谅。没有房子，没有钱，连自尊都不剩，生活还能更糟吗？说完气愤地跑了出去。大潘蹲在地上，思考小潘的话是否有理，自己为什么会把生活过成这样？难道就要这样一直下去吗？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于是去寻找小潘。而此时的小潘在想，自己将来会变得这么丑，还要给表姐当保姆，被表姐责骂，跪地求饶，简直是生不如死。他决定要找方法回到过去，既然是车祸穿越过来的，那就再通过车祸穿越回去。站在马路边，尽管他已做好准备，刚迈出一小步，一辆擦身而过的汽车吓得他连连惊叫，摸摸胸口，深深的喘息，决定再次准备重新开始。突然一只手把他推向马路，他是那群人中最凶狠的大哥，只是因为路上碰到一个漂亮女人，就带着小弟们堵住了女人的去路。女人看到他那凶狠的面孔，吓得非常害怕，他转身就想逃跑，但他怎么可能跑得过这些男人？很快就被小弟们抓住了，他们露出狞笑，在尖叫声中，女人被带走了。我觉得又一场悲剧即将发生。原来大哥看到女人站在栏杆旁，误以为她想跳河自杀，于是把她带到了警局。虽然女人解释说没有自杀的意图，但在被问及工作和住址时，大家还是觉得她有自杀的念头。
警察劝他如果想自杀可以报警。大哥离开时霸气地递出自己的名片，说有事可以找他专业追账。离开前叮嘱他要珍惜生命，既然都有自杀的勇气，生活又算得了什么？那女人名叫大潘。此时小潘生气地准备通过车祸回到过去，突然感觉有人轻推了一下自己，被吓得直接蹲在地上。看着还在生气的小潘，大潘只用一顿炸鸡就把他哄好了。原来小潘是从20年前穿越到现在的。大潘为了送他回去，决定上网找找看有没有答案，但最终只是寻找了一场寂寞。就在两人茫然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不只知道他们是一家人，还准确猜到了他们的心思。连本来以为对方是骗子的大潘也开始相信那人的话了。但神秘人说需要在下雨天进行仪式，而且还需要100万的费用。大潘无奈只好去找佑贤借钱，可是对方一直不接电话。大潘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拿出之前大哥给的名片。另一边，佑贤在宾馆里开门，看到威风凛凛的大哥带着小弟，吓得目瞪口呆。然后大哥让他跪下，小弟们搜遍了一遍，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此时的佑贤还以为是自己老爸找人教训他。大哥说这次是来正经事的，于是叫大潘进来，让佑贤快点还钱。佑贤说钱已经还了。大潘拿出手机查看，确认确实收到了转账。原来佑贤为了还钱，把自己的名牌手表衣服都卖了。他委屈地说他只借了10万，还了你100万，你还找人来吓我。回到家，小潘布置了房间举办派对，听说是省下的饭钱买的这些东西。大潘有点感动，这是这些年他从未有过的体验。当他在手机上看到有关男孩过敏的新闻，并且表明自己没有责任时，他找到经理要求赔偿，但被那个可恶的经理拒绝了。他第一次骂了脏话，虽然失败了，但大潘依旧很开心。小潘不理解他失败了还能这么高兴。大潘说是时候为自己做点什么了，于是他们俩在公司楼下开始热舞，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抗议。这一幕引起了一位神秘老人的注意。休息的时候，老人走到大潘身边，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老人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放弃，毕竟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促销员。但大潘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促销员总是被人摆布，这次我决定坚持到底。小潘听后目瞪口呆，这真的是以前那个卑躬屈膝的大潘吗？老人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坚持总会有好结果的。公司老板多拿了一个肉饼，结果被员工当众批评说太贪心，还指着告示牌说每人只能加1块，看不清楚吗？还敢顶嘴，老板有什么了不起？小心我把这事放到网上曝光你。老板被气得头都疼了，然后看着对方还把自己的肉饼拿走，看着员工那傻样，老板快气炸了。1分钟后，他们来到了办公室，员工的态度立刻大转变，主动抓住老板的胳膊恳求原谅。原来这个员工竟是老板的儿子佑贤，他最近因为到处游玩被开除学籍，不务正业被父亲赶出家门。老板说只要他在食堂工作满100天就会原谅他。看着佑贤信心满满的样子，老板带着轻蔑说，看你能坚持100天。佑贤第1天上班就向大家打听哪里的房子最便宜，一听说是考试院，立马带着行李赶到考试院，租了一个能看风景的单人间。可是一打开窗户，看到的却是对面墙上的电表。在另一边，大潘和小潘也在附近找到了房子，然后他们一起去买家电。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的小潘，被眼前的高科技彻底震撼了。没见过这么大的电视，洗衣机还是先进的滚筒式。他们提着新买的被褥回来，正好碰见佑贤和一位贵妇紧紧拥抱，他还热情地捧起了对方的脸。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小潘觉得佑贤就像传说中的牛郎。大潘也有同感，要不然佑贤怎么这么快就有钱还债了？晚上他们在外面吃面，佑贤看到大潘，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还拿出啤酒想一起喝。但今天的大潘有点生疏，找了个理由就要走。佑贤有点不知所措，但还是忍不住抬头看着大潘离开的背影。小潘急忙警告他不要缠着自己的妈妈，他怎能让牛郎和大潘成为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其实那位贵妇只是佑贤的姑姑。第2天，他们继续在公司门口跳舞，抗议大潘被无故解雇。这时，老板突然想起给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不久，大潘休息的时候，一个男人跑过来，告诉他可以回去上班了，但他不再是超市的促销员了，而是晋升为总公司的正式员工。听到这个好消息，两人非常开心，决定吃顿烤肉大庆祝一番。当他们回家时，妈妈打来电话说要来看大潘。听到妈妈的声音，小潘情不自禁地大喊妈妈我爱你。20年来他都没说过这句话，这让妈妈回想起年轻时的日子，那时的大潘多活泼。当大潘和妈妈见面时，还没说几句，奶奶突然冲上前猛打他，他的表情透露出痛苦。他知道奶奶一直怪他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切小潘都看在眼里。回到家的大潘
发现躲在角落里哭泣的小潘。小潘不明白为什么奶奶要打他，明明奶奶最疼爱他，看到妈妈老了很多，头上的白发也多了，这让他忍不住哭泣起来。大潘只好解释说奶奶患了失智症。第一天上班，大潘被同事小白撞到，还弄洒了咖啡，工牌还掉在了地上。小白递给右贤咖啡时，右贤注意到了小白手里的工牌。当大潘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做早操时，右贤出现在窗外，看了看大潘，又看了看工牌，觉得他们俩真是有缘。美女排成长队，都是因为打翻的小哥太帅了。不过无论他们怎么搭讪，小哥对他们都不屑一顾。美女主动要求多加点肉，小哥只回他2个字不行。旁边的美女却没有放弃，她又想多加些生菜。这时轮到长得不怎么样的大潘，没想到小哥却笑着跟他主动搭话，还给大潘加了一大堆肉，然后用生菜做了个生菜花送给他。旁边的小伙伴都看傻了眼。大潘突然觉得有点尴尬，赶紧拿着生菜花跑了。但小哥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原来他们早就认识。那男的叫右贤，曾经大潘给他递过一个包裹，结果东西撒了一地。这时大潘指着地上的一个钥匙圈，说那是自己的。右贤立刻惊讶地看着他，因为20年前幼小的他被校霸欺负，校霸不仅抢走了他妈妈留给他的项链，还掐了他的耳朵。关键时刻，一个女孩踢倒了校霸，其他同伴见状赶紧带着校霸逃了。那一刻，那女孩就像英雄一样印在了他心里。女孩安慰他，还告诉他以后遇到困难要像姐姐一样勇敢面对。当女孩走时，他发现地上多了一个钥匙链。右贤把东西还给了大潘，转头时却开心得像个小孩，他终于找到了那位英雄姐姐。在超市里，大潘买饼干，却意外遇到曾经鼓励他的神秘老人，两人聊得很开心。大潘还不知道这位老人正是公司的会长。就在这时，右贤进来看到他和父亲在一起，他非常惊讶。大潘上前问，你也认识这位老爷爷吗？老人在后面急忙比划示意右贤保密。老人心里突然感到非常紧张，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在大潘耳边悄悄说话。大潘随即打了个招呼就急忙离开了。老人追问儿子右贤刚才和大潘说了些什么，没想到右贤回答说只是告诉大潘他是个神经有点不正常的老头，以后可能会骗他的钱，让他小心点。老人听了非常生气，叮嘱儿子在公司别和自己打招呼。老人简直快被气死了，他很想知道儿子在食堂那么苦的岗位为什么还坚持。右贤突然想到了大潘，笑着问，想知道为什么吗？帮我把水费付了吧。我根本不想知道。那就算了。老人此刻真后悔没生个女儿。第二天，大潘收到了一个任务，要送1箱样品，时间紧迫，但他在门口却打不到出租车。恰好悠闲的路过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了解情况后赶忙借了一辆公司的宣传车，车身广告引来了路人的目光，不管他怎么努力，车窗就是关不上。右贤看出了他的尴尬，体贴的把自己的墨镜摘下来给他，但看着对方阳光帅气的脸庞，大潘脑海里全是右贤当牛郎和贵妇拥抱的画面，心里想，这个牛郎难道靠的只是他微薄的薪水吗？他迅速把东西交给了工作人员，任务顺利完成了。大潘主动坐到右贤旁边，诚恳地向对方表示感谢，并把自己的情况向对方坦白。他自己很穷，住在廉租房里，既没有车也没有存款，还要养一个17岁的孩子。看到有人掉进水里，一个女人却把所有的饼干倒在地上，围成一个圈，然后用胶带粘起来，一直粘到第2层。这时候掉水里的男孩已经坚持不住了，女人立刻拿起自制的饼干救生圈，冲进河里，把救生圈套在男孩身上。男孩最终被救了，人们都开始欢呼。但在回来的路上，女人突然脚抽筋，没来得及挣扎几下就被河水吞没了。当她在水里绝望的放弃时，突然有只手出现，紧紧拉住她的小手。是同事们也开始嫌弃这个女人，他们叫大潘。2个人一起出去送样品去试吃，幸好刚才在岸上还能看到大潘，这才救了他。大潘刚从劫难中逃生，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看到自己带来的样品被围观的群众吃得一干二净。大潘只能带着空包装回到公司，不出所料的遭到了领导的责骂。领导气得快要爆炸了，发话要开除他。第2天，公司董事们开了会，因为大潘没有按时把样品送去试吃，领导们决定推迟新产品的生产计划，还决定要严厉处罚大潘。只有会长觉得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突然电视上的新闻报道了公司员工大潘用饼干做成救生圈，跳进河里救了一个溺水的男孩。被采访的大婶们都说这饼干特别好吃，大家都在问这种饼干哪里可以买到。大潘的事迹让他在网络上爆红，成为了一个网红。会长看了哈哈大笑，马上决定要生产这种饼干，甚至不需要试吃。会长看着电视里的大潘，越看越觉得满意，而大潘却还拿着辞职信，在考虑要不要辞职。他真的很舍不得这份工作。
这时领导严肃地走过来，告诉大潘不用辞职了，这次他可是立了大功。晚上同事们一起庆祝，但领导故意把功劳归到大家头上。大潘并没有生气，只要能留下来工作就好。同事们都争着要和大潘合照，因为大潘现在是个网红。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在酒精的作用下，大潘竟然和领导比酒量，两人谁也不让谁，一杯接一杯，把同事们都吓傻了。唱歌的时候，两人还一起得了满分，兴奋的两人差点拥抱在一起。但一想到现实情况，两人都有点尴尬。原来年轻时的大潘是校园风云人物，领导不过是他的铁杆粉丝。大潘因为父亲去世，心情低落，那时领导过来看望他，大潘说了点过分的话，从那以后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这次的事件之后，领导意识到那个光芒四射的大潘又回来了。在回家的路上，大潘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在路灯下自由地放纵自己，尽情地跳舞。这时右贤从楼下走出来，看到一个像疯子一样的身影，仔细一看竟然是大潘。他想知道为什么对方这么开心。大潘感觉今天他终于能做回自己了，不再那么胆小怕事。今天的自己真是帅气。右贤伸出大拇指赞同大潘超级帅气。大潘感谢右贤的认可，但他不知道，在右贤心里，他一直是那个保护自己的超人。大潘高兴的还想唱首歌，只是一转头就摔倒了。右贤只好背着他一起回家。他虽然长得不帅，但为了追求校花，却逆袭成了大明星。他叫春体，本来是学校的恶霸，经常欺负弱小，每次校花出现都会让他抱头鼠窜，但对校花他是有求必应。这天校花为了逃课去选秀，正在为请假骗过老师发愁，突然看到后排的春体，心中一动，他知道春体一喝牛奶就会腹泻，于是找到春体，让他喝下那牛奶。他终于答应做他女朋友了。面对美女的诱惑，连牛奶都喝不下去，校花抱着咕噜噜叫的肚子找他，去找老师，终于请到了病假。校花陪春体去了医院，出门时春体还在幻想和校花去看电影，可肚子实在受不了，赶紧跑厕所去了。这时他收到了校花的分手短信。自从校花父亲车祸去世后，他就再也没见过校花。为了找到校花，他立志要成为明星。经过几次整容，他改名叫安索尼，最终成为了明星。20年后，助理告诉他找到了校花大潘的地址。激动的心情下，他来到了梦中情人的家门口，门一开，却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床头。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时走出来的女孩自称是大潘校花的女儿，而床上那个丑陋的酒鬼女人，难道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校花？这一刻，安索尼的初恋世界完全崩塌，他失魂落魄地走出了门。校花不仅结婚生子，还变成了一个丑女。他不知道原来右贤背着大潘回家，没想到大潘却吐了他一身。他刚换完衣服，安索尼就闯了进来。很快，两个命中注定的男人再次相遇，双方都看不上对方。临走时，安索尼故意告诉右贤，他曾亲吻过大潘。今天是明星安索尼和黑粉的公益活动，所有出席的黑粉都曾在网上诋毁过安索尼。被起诉的人大潘和小潘刚到，就看到右贤也来了。大潘有点疑惑，原来右贤看到了安索尼的照片，想到安索尼居然亲过大潘，嫉妒使他在评论区大放厥词，结果被起诉了。想要和解，就得参加反黑粉公益活动。对大潘来说，安索尼只是让他分发狗粮，而右贤却成了忙碌的铲屎官。最后为了取悦黑粉安索尼，还请大家吃炸鸡。安索尼刚吃了几口就肚子疼，他明明没喝牛奶。他抬头一看，墙上的海报写着这家餐厅的鸡肉为了去腥味，竟然用牛奶浸泡过。他疯了似的跑向厕所。当他出来时，厕所里的男子很不高兴，他大声向老板投诉厕所堵了。他还说他刚才看到安索尼和大潘一起出来，坚称是安索尼堵的厕所，立刻得到了所有黑粉的支持。他们打算把这件事发到网上。安索尼想到自己因堵厕所要上热搜，不由得一脸悲伤。那一刻，大潘站了出来，承认是自己堵了厕所。安索尼被大潘的举动深深感动，在他眼里，大潘又成了那个闪耀的人。离开时，安索尼主动提出送大潘他们回家。大潘本来想拒绝，但小潘却兴奋地跑向车辆，于是他们几个一起坐车回家。目送大潘离去，两个情敌立刻开始争执。同时被富二代和明星追求，感觉怎么样？这种感觉是什么呢？两人都争先恐后的想送他回家，路上都差点动手了。这时候家里传来大潘的一声惨叫，看起来家里像是进了小偷。两个男人开始争先恐后的保护大潘。富二代还说自己曾是海军特战队的，不怕任何明星。安索尼也不甘示弱，说自己也出自特种部队。突然一片漆黑，停电了，他们拿起十字架和大蒜追了出去，却被突然出现的女鬼吓倒。这时大潘注意到女鬼居然穿着新款运动鞋，可能意识到自己被看穿了，女鬼就疯狂地逃跑。
最终还是被大家抓到了。看到女鬼还在吓人，大潘忍不住敲了他一下，女鬼也忍不住大声喊道：连房东你们也敢打？听到房东，大潘目瞪口呆，后来解释才知道原来是房东。房东的女儿打算把房子当作工作室，他不想租出去，于是装扮成鬼来吓走房客。大潘趁机让房东再降房租，房东一开始不同意，小潘马上提出要报警，房东马上怂了，说降一降还不行吗？然后把怒气都发泄到女儿身上。大潘和小潘对他们的配合感到很满意，而外面的2个男人为大潘举行了一场公平的决斗，发现双方的朋友们都没人想拉架，也许是都吓坏了，最终2人竟坐下来用嘴巴来决斗，承诺要公平竞争。所以第2天一大早，佑贤就来找大潘一起去上班，还贴心的准备了热水给他，然后给他做了早餐。当安索尼带着早餐过来时，发现情敌已经抢先一步了。回到公司的他提议让助手在大潘家附近找个房子，最好是公司也搬过去，这是他的提议，可以把小潘迁到公司名下，这样就能经常见到大潘。果然是个好主意。安索尼决定先给小潘一个下马威，如果小姑娘想进公司，就必须对我保持尊重。他还想再说点什么，大潘无意中发现了小潘签的合同，气冲冲地带着他去找安索尼算账，他是不会同意的。这时候模特因为意外不能参加拍摄了，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大潘和小潘。虽然大潘本来也不同意，但看到大家都恳求他帮忙，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也是大潘多年来第一次化妆，直接看呆了。安索尼回去的时候，他拿出一张照片给大潘，是大潘和小潘的合影。看到大潘的笑容，安索尼不知怎的感到了开心。这时小潘的后脚跟因为拍摄磨出了血，潘带着他到便利店贴好了创可贴，突然看到窗外佑贤和一位贵妇下车，2人行为十分亲密，贵妇还给了佑贤一笔钱，紧接着拥抱告别，这让他们更加确信佑贤是个牛郎。生气地指责佑贤后就离开了。佑贤满头问号，赶紧找他们了解情况，这才知道他们一直误会自己是牛郎，误会他利用贵妇的感情骗钱，这对富二代的他来说是一种打击，他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经过解释，他们才明白那贵妇其实是佑贤的姑姑。女孩穿越到20年后，结果被自己的外甥迷上了，外甥竟然向她表白，她试图解释自己是她的小姨。这时妈妈突然出现，为了不吓到妈妈，她赶紧逃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她的名字叫小潘。当她和20年后的自己一起回家，妈妈正好撞见了，这时姐姐也赶到了。姐姐断定她一定是大潘的孩子，但妈妈坚称她也是自己的孩子。姐姐觉得妈妈疯了，这怎么可能呢？妈妈坚持说，无论如何，妈妈怎会认不出自己的女儿呢？小潘听到这里，感动的直接扑进妈妈的怀里，他多么想念妈妈呀，终于能抱住妈妈了，幸福的让他泪流满面。在姐姐家，3人在卧室里商量，妈妈觉得小潘跟着大潘肯定受苦，决定让小潘跟自己生活。当他们回到客厅时，小潘正给奶奶喂苹果，姐姐的儿子小帅主动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小潘。姐姐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质问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听到儿子那不靠谱的理由，他感到头疼，立刻把他送回房间。大潘离开后，小潘开始享受女王般的生活，什么事都有人伺候，吃地瓜连皮都有人替他包好。吃饭时，大潘和小潘的动作惊人的一致，完全就像是一个人。只是奶奶看着大潘时似乎想起了什么，主动给他加了块肉，叮嘱他多吃点。大潘感动的几乎要哭，奶奶还是那个疼爱自己的奶奶，大潘却被当做了客人，奶奶误将自己当作外人。小潘撒娇的举起碗，让奶奶也给自己加点肉。这时小帅站起来往他碗里加了很多肉，然后对小潘一笑，这一笑却迎来了母亲的冷冽目光。尽管母亲不同意，小帅却决定要和小潘在一起。听着妈妈的无奈，想要解释小潘的身份，但觉得解释起来太复杂，干脆用儿子来练练手。于是第2天，小帅就被妈妈送出国去学习了。他路过客厅时，无奈的再次看了一眼心仪的姑娘，默默的接受了命运。谁让自己有个彪悍的妈妈呢？另一边，安索尼终于得到了星座的机会，正要迈向人生的顶峰，一出门就被记者团团围住。记者质问他撒谎和学历造假的事，安索尼脸色一变，急忙挤出一丝笑容，解释说肯定是哪里弄错了，一定是个误会。记者接着指控他读书时欺负同学，说他就是被安索尼欺负过的人。随后曝光了安索尼为整容前的照片，安索尼没办法，只能落荒而逃，躲起来独自喝酒，不愿见任何人。小潘接到他的消息后，急忙去找他，劝他既然犯了错就应该承认，人不能对自己的过去视而不见，不管过去是好是坏。安索尼找到大潘倾诉自己的困惑，他该怎么做呢？之后他举行了记者会，拿着经纪人准备的讲稿走上讲台，但他将那份道歉的讲稿放到一边，直接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向所有被他欺负过的人道歉，并宣布他将退出演艺界。他曾是学校最漂亮的校花，不幸遭遇车祸，一瞬间穿越到20年后，在那里，他和20年后的自己成了好朋友。但一位法师告诉他们，时间不多了，他们需要找到回到过去的路。虽然他们半信半疑，但在法师准备祭品时，突然停电了。他知道小潘可能会有危险，急忙打电话给大潘，没想到大潘已经和别人一起坐上了出租车，手机却落在了右贤的手中。听法师说大潘可能有危险，右贤急忙追了过去。大潘和另一个人本应该是回家的路上，司机却把车导航到了荒郊野外，然后发现刹车失灵了。在一连串的尖叫声中，汽车猛地撞上了一棵大树，车上的人都晕过去了。等大潘醒来的时候，旁边躺着的是右贤，原来是右贤救了他们。这时大潘还以为这只是个意外，但他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小潘出门买东西。小潘刚到路口，一辆车突然冲了出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大潘赶紧一把拉住他。这时大潘有所感觉，也许那个法师说的真的有道理。这天又是右贤送大潘回家，刚到门口就听到手机响，找了好半天，才发现是小潘带来的手机在响。但当大潘接起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竟是已故20年的父亲的声音。挂断电话后，大潘才明白，原来小潘的到来全是因为父亲想让他看看年轻时的自己是多么的耀眼，这是父亲的爱。当看到手机上的数字器，再想到父亲所说的时间不多了，看来这是小潘剩下的时间，他必须赶紧找到回到过去的路。两人找到法师询问回去的路在哪里，法师却说父亲已经告诉过大潘了，回去的路只有他自己能找到，别人帮不了忙。小潘坚决要回到过去救爸爸，但是法师警告他，如果改变了过去，现在的大潘可能会遭遇危险，甚至可能会彻底消失。小潘感到非常矛盾，他们回去翻看旧照片，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突然小潘看到了一张让他震惊的照片，那晚上他睡觉时梦见自己和爸爸一起去野外拍照，但是一回头爸爸就消失了。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他跟着声音走到了一个隧道，爸爸的声音在隧道里响起，催促他快点回去。他明白了该如何回去，但他回头看到正在睡觉的大潘，心里非常不舍。第二天早上，大潘发现小潘不见了，他急忙找到右贤，两人开始四处寻找，但是没有任何发现。也许是心灵感应，大潘想起了和爸爸学习摄影时第一次迷路的地方，于是他们去了那里，正好看到即将离开的小潘，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小潘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大潘早已视他如己出。翻看手机时，发现时间只剩最后一天了，大潘决定陪他走最后一程。他们手牵手一起唱起了最喜欢的歌。当小潘走进白光中，一瞬间又回到了爸爸被撞的现场，只是这次爸爸微笑着离开。另一边大潘也迎来了属于他的幸福。安索尼在退出演艺圈后开了一家炸鸡店，